来进来。哎呀，这是咱的办公室，哎，这个位置是你的。啊，我老婆给你缝的，怕你女同志坐着着凉。枸杞，咱们这儿的特产。你冲泡的时候啊，放上那么几块冰糖，好喝，它还养胃。谢谢师傅，您不用操心我，我其实挺皮实的。是吗？好，咱去宿舍看看吧。好，好，来，来，上来。师傅，越狱的事儿是真的吗？别自己吓唬自己了，咱们这儿挺安全的。越狱，咱们这儿从来没发生过。你说就咱这地方，越狱人他能跑得了吗？啊，这是宿舍，基本上也没什么人住。我就说这儿离县城嘛，它是50公里，上下班都有班车。下了班呢，大家伙宁肯是坐车回去，明天一早再回来。啊，对了，这是厕所，你看，咱这是公共厕所啊。你记着，晚上去的时候要拿着手电，别掉进去。咱这是旱厕。另外这水房在这儿，啊，洗涮的，就在这儿就行。这个你得注意啊，别滴你身上油，它不好洗。啊，来进来吧，来，住这儿，啊，这热水我给你打好啊，我就住隔壁，你要是有什么事了，你咚咚咚，你敲墙就行了。我尽量不敲。没事，行，那你就收拾，早点休息。有什么需要，你就跟我说一声，好。谢谢师傅。别，啊。走没走？哦，可以。马力给我嘛。啊，走嘛。哟，小雨啊，这里来人了。我同事。叔叔阿姨好。你好。你先忙。那边到了。给我嘛。进来噻，来嘛。坐，往二里坐。郝远，那是你的制服啊？对，暑天的时候就穿那个。喝水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累，我们坐的2个袋袋来的，舒服得很。不是喊你买卧铺吗？非要买站票，非要买。是我寄回去钱不够吗？够，买不着的东西买得着啥子嘛？你在外头挣点钱也不容易。来，穿上，让爸看一下。不头穿。穿起！热死了，妈，你说二谈。爸爸想看，穿起，穿一下啊！听话。穿。那你帮我了。我他妈你看，娃有出息了。婆太热了。你那个急着叫我们过来，有啥子事情没？二你说。见几个人？见啥子人？我耍朋友了。等他结婚去，所以喊你们过来见下他和他屋头人。你来了。公干去啊！毛主任。嘿，小鱼，那您说。
谈恋爱了？听谁说的？好多人都看见了，在市政府家属院跟冯好好。这个是他吧？以前呀，他在咱们这儿还实习过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得自信点儿。他们都说你高攀他，我可替你鸣不平。什么高攀？对呀，什么高攀呀？我看他是高攀了你。咱多优秀呀，是吧？别搭理他。势利眼程师傅，当个食堂采购主任还把自己当领导。他说那话什么意思？还不是指方好好他爸？他爸怎么了？不知道，装什么装？不是你直说。他是高干子弟呀。他爸是军区副司令员，王雷鸣。不是你这小孩怎么回事？就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这才认识前几天呢。就是这有人是有人养的东西。不好意思，哎，杰哥，张总，怎么回事？这不还是那点事儿吗？这没完没了的。来，你看看他啊，孙荣家大儿子干的，大白天的泼煤油，直接就给点了。我都不敢想，你看看这无钱无货全房子，这要真烧着了，得死多少人？啊！非逼着我们给你打电话，说认识你，你能说上话。我跟他说了，我说找你也没用，就是不听。那人在那儿呢。我看一眼啊。陈先生，陈先生，你要帮我，别皮，我儿子还不到14，他不能有事儿。你怎么不看着他？我看不住，我儿子，那都是恨。听说那个王有喜家刚重新开业就被烧了，孙荣家那儿子干的。哎呀，你说在人家孩子心里留下多大的阴影啊！这是。这王有喜夫妇啊，必须重判。嗯，这是什么逻辑呢？那王有喜对孙荣他们家的伤害不是一次性的，它是一种持续性的伤害。到现在，孙荣他家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生活上，还在持续的被伤害。那他们家呢？重新开业了，重新生活了。那不重新生活又能怎么办呢？重新生活难道要罪加一等？你得有个态度吧，你得认罪吧，你得有个愧疚感吧，积极赔偿得做吧。他们现在干什么了？不光什么都没干，还不觉得自己有错。那重新开业，那不就是打算就挣钱赔偿呢？师傅，你要这么说，那你觉得我和稀泥是吗？这个王有喜夫妇如果不重判，那孙荣他们一家就对司法公正失去信心了，他们从今以后就不相信法律了。而且他家那个小孩现在14岁不到，一旦就走上犯罪道路了，你说怎么办？那不毁人家一辈子吗？王有喜家的孩子才8岁，是王有喜他家把别人家给逼疯了，他家也没挨欺负。那后天就开庭了，你想好了？还是坚持建议法院刑上量刑？我想好了，现在流氓罪顶格判才7年，太便宜他们了。那你觉得几年合适？10年，哪怕判15年，他们家都不冤。不是说尽量不来单位的吗？怎么怕人议论？是走出来不方便。怎么了？一脸不高兴。你把这拿给你爸爸。不是说好了晚上过去吃饭你拿着吗？你现在给我尊怎么回事啊？不去了。于高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有话直说。你爸，王雷鸣是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军区司令。副的。
有区别吗？对啊，有区别吗？他是饲养员还是司令员，对你来说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没有要故意瞒你，没必要，也瞒不住。我就是想让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尽量单纯一点。如果我做的不好，我跟你道歉。还是有分别心呗。是有。我是害怕我自己，我胡思乱想啊。我怕你是因为那个副司令员才愿意接近我，假装喜欢我的。怎么我农村出身就非得高攀你们俩？因为我的腿，我自卑、敏感、多疑，我高攀你了，行了吧？像你这样名牌大学毕业，各方面都很优秀的法官，你怎么会真的喜欢我？算了，你骄傲，我自卑，本来就是一个巧合，是我多想了。放开吧，有人看着呢。谁愿意看着谁看着。哦。疼啊！你打到我了。我问你，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对。是不是因为我像你那个女同学？谁也不像。刚好我今年27了，之前谈过恋爱，挺失败的，我有很大的问题处理的不好，失去了很多朋友。那天我见你第一面，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真的，没有一句假话。我喜欢你不是因为别人，就是因为你。拿回去。嗯。不许吃的。这儿。哦。啊，对，我还有个后妈，比咱们大不了几岁。她是个事儿精，一会儿要是作妖的话，你别理她啊。你怎么总搞突然袭击呢？早说晚说不都一样？你是见我爸，又不是见他。走，你把东西给我，帮我把衣服整理整理，整整。好着呢。有点紧张。走。背你？不用。背？不用。不用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，都等着呢。回家啦，快里面坐，里面坐。东西接一下，这。爸，于高远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。是吧？坐，快。老丁好好夸你，他从小到大没怎么夸过人。小张，把拖鞋拿过来。不用换了，老爷子种完菜满脚泥还不到处踩。叔叔，这个是好好特意吩咐我的，我前段时间去了趟北京，给您特意带的点心。哎呦，这个东西啊要少吃，他血糖太高了。小张，来了，快！一表人才，能看上我家好好，
那是他的福气。那也是你的福气和压力嘛。是。我们好好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，要是降不住他，可有你苦头吃了。是不是老方？哎，就吃点。好好啊，诗词书画，就这么小，就擅长演讲比赛、数学比赛、语文比赛，那通通都是第1名，样样好，还是不是好好？就是这条腿啊，残疾，真是作孽，那是老天爷嫉妒他，老天爷不是个东西。叔叔，你少喝点，多吃一点。老方。什么叔叔的，将来还要叫爸爸的吗？人家说的对，你少喝一点。干什么？找不痛快啊？去把那点心给我拿来，那是我闺女给我买的，现在就要吃。好好这个病啊，是在幼儿园落下的。亲妈走得早。他这个苦是为我受的，我对不起他呀。您没对不起我，我命不好。嘴硬也随他妈。好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给您买那点心，他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去东四总店买，列了一个单子，你喜欢吃什么全写下来，差点因为这个把车给误了。小鱼啊，你这样的小伙子我见多了，苦出身，心眼多，脑子灵，眼界高，野心勃勃的，非常现实。没关系，你这么快能把我女儿拿下，那不简单。你小子算个人才啊！但是啊，我不管你是什么目的，也不管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女儿，你小子给我记住，你就是装，也得装着对我女儿好，要不哪天老子非得收拾你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对他好。吃点东西说。好。你是不是再也不想来我家了？就别说你，我也不想再回来了。爸还是很爱你，说我2句正常。他那不是爱我，他是想赶紧把我给打发出去，这样他就省事儿了。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习惯了。这个世界，谁离了谁不能活。我不拥有家，也不奢求有人爱。行了，别不高兴了，换个话题。明天我下班之后，你跟我走一趟。干嘛？去我那儿见见我爸妈。不必。怎么不必了？必。我不用你可怜我。谁可怜你了？我那是求你。求我什么？求你跟我结婚。你图啥？图啥？我想想，我图啥？我图高攀你，图巴结方司令员，图日后飞黄腾达。满意了？定了啊。明天见我爸妈，注意领证。
回来了。俺女儿睡哪儿？心都揣起死，啷个睡得着？啥子事情啊？亲眼看见你在滨江住的屋子，穿的衣服，才敢相信我儿真是长大了，当了官了。还不是官？弟弟妹妹在屋里头啷个样？还可以。等过2年条件好了，把你们都接过来住。你高考那年，我到祖坟烧了道纸，希望祖上先人保佑我们老余家出条路。啷个晓得，为儿大学毕业，又坟倒在当当头。想到你要在这儿把婚结了，怕是一辈子要钉死在这儿，心里头更气更气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也要一步一步走。快点睡了，来睡觉。哎呀，在这里边，这关押的全是重刑犯，死缓无期是大部分。犯人转过来的时候，他原籍户籍要被注销，户口迁到别山来，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抵触情绪，还有管理难度都很难。哎，兄弟们，有妹子！哎，你越害怕，他越得意。妹子，妹子，妹子，你这演点戏呀？啊？宋长侯，你这个月攒的积分不想要了是不是？哎，别呀，郭检察官，我们这不是热烈欢迎！欢迎！给张检察官道歉！呀，你兄弟！哎，张检察官，对不起，哎。宋昌河是吧？嗯，你给我放老实点，我记住你了。对不起，张检察官。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对不起，张检察官。哎呀，你这就怂了！现在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。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尊敬的人民陪审员，现在我受滨江市人民检察院的委派，代表滨江市人民检察院对王有喜、梁月敏等4人流氓团伙提起公诉，并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。你说人不是你杀的，证据呢？不是我杀的，我还要提供证据啊。那可不，人检察院有大把的证据，证明人就是你杀的。人家现在手里握着2王勾杆的 K， 你什么牌呀？不，再说了，你现在说不是你杀的了，那当初你怎么就认了？是他们不是？行，你呀，听我的，别较劲啊，先保命。那法庭上积极的认罪悔罪。这个恳求轻判，别惹法官，那么尽量争取个死缓，还有2审的嘛，到时候再喊冤。我呢，再帮你收集一些有力的证据。我认了判死刑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那你现在把我解聘了。他们的行为，不光是对被害人的严重摧残，也是对国法和人伦道德的伤害和摧残。
本公诉人特别要指出的是，本案被告人至今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没有认识，拒绝认罪。被告人的行为是在公然挑战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律底线、道德的底线，必须严惩不贷。因此，公诉人强烈建议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83年9月2日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的第1条之规定，对本案的被告人在法定最高刑以上量刑。就应该严判他们。好，就应该严判。众人的声响什么来着？好，注意法庭纪律，注意法庭纪律。本庭审理结束，本案将择日宣判。闭庭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这个案子量刑建议的时候咱俩聊过呀，你也没不同意啊。对，我是说过了，这个案子你承办，你做主。那你这怎么了？后悔了？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么说会煽动公众对被告人的仇恨？我那说的全是事实啊。哦，是吗？对啊。啊，你心里是那么觉得的？谭律师，你好，我姓夏，是这个案子的助理审判员。哎呦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我是来送这个代理手续和这个辩护意见。这个辩护意见就这些吗？怎么了？这可是个可能会被判死刑的案子呀。您放心，您放心啊，那个教育过了，开庭的时候肯定不胡说八道，积极的认罪伏法。诚恳地向受害者家属道歉，争取从轻判决。你打算怎么为他争取从轻判决？被告人因为家庭问题和被害人产生了矛盾，本来应该以正确的价值观妥善商量解决，但被告人不能正确解决家庭矛盾，心生恶念，将被害人杀死并分尸，其主观恶意极深。犯罪手段特别残忍，犯罪情节特别恶劣，社会影响特别严重。本案被告人以残忍的手段剥夺他人生命并分尸，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，应该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。被告人，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是否认罪？我冤枉，审判长，我真的是冤枉，我没杀他呀。好，你的态度本庭知晓。辩护人，请问你的辩护意见？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，犯罪症结确凿，本辩护人不持异议。但辩护人要指出的是，本案是一起因为家庭矛盾激化而引发的激情杀人案件，社会危害性较小。在案发诱因上，被害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。他作为妻子，放任第三者插足，逼迫被告人离婚，并拒绝归还被告人当初为娶她而支付的彩礼，导致两人的关系持续紧张，使被告人产生了绝望的情绪。被告人一向表现较好，遵纪守法，本案系初犯偶犯，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，认罪态度较好，因此，辩护人认为应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。我不认，我没杀他，你们不要合起伙来陷害我。这就是所谓的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吗？我真的是冤枉啊！你们怎么就不信我？被告人，你冷静一点。我问你，你第一次承认自己有罪是什么时候？记不住。他们说，只要认了，就让我睡觉，好几天没让我合眼了。你为什么前几次不肯认罪？小夏，你问这个干嘛？人不是我杀的，我认什么罪呀？我认什么呀？我啥也不知道。
这里有5份口供，都是你自己交代的，时间、地点、凶器、行凶方法都不一样，为什么？是他们教我这么说的。你一直在说他们是谁？小夏，辩护人，对于我刚才提的问题，你有没有什么看法？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没有。夏英姐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梅姐，我越审越觉得这个案子疑点太多，我还是建议退卷，让检察院补充侦查。不都说好了吗？怎么又闹着退卷呢？你觉得你就公平了吗？啊！你刚在庭上分明在有意诱导辩护人，你屁股都坐歪了。好，我承认是，也许公安是有几份笔录不够规范，可是这是全市轰动的案件啊，怎么可能因为几份笔录不规范就否认基本事实呢？基本事实是我们无法确认死者就是钱新良的老婆于三花。你是认定了钱新良不是凶手是吗？你一会儿出去你就宣布，你宣布他无罪，当庭释放。他可能是凶手，也可能不是，所以我只是建议退卷补充侦查嘛。你就狡辩吧你！小夏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情绪可能有点激动。梅姐，你说的我都理解。你都理解，你干嘛还这么轴呢？我不想手上沾血。我手上沾血了吗？小夏，为了我，你能委屈一回吗？梅姐，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儿，这不是咱俩个人的问题。好吧，合议庭没能形成统一意见，那就上报吧。上报院审委会。3、2、1，调整一下，我们再来一张。行。老盖，穿上制服照一张。那不穿制服了，我都带来了，怕啥子啊？穿去。好嘛，我跟你们2人照，好好不拍了啊，跟他们拍。好，你们3口照个全家福，我不掺和。好哈，我们屋头穷，没得啥子好的。这是我过门的时候，高爷奶奶给我的，这下好了，能传辈儿喽。拿着，您拿着，您拿着。我们现在移风易俗，不兴这个，您收好，伯母。伯母，吃了席才能改口噻，可是啊。不用改口了，妈，好好不习惯叫妈，叫伯母了，哦哟，真是高干出身啊！戒指不得要，妈也不得喊。妈，我要。好，好，好，戴上。那么样，全家都高高兴兴的，多好哎！戴上，好的。来嘛，照相嘛。老爷，啊，我们是不是没得礼数啊？啥是礼数？
人家方策员是不是不晓得我们就在滨江？你们2个拉起我跟你妈，就把香给糟了。没得关系。他是不知道，我还没告诉他。这婚姻大事，我还……您二老放心，我的事儿我能做主，他的事儿我也能做主。放心嘛，哦，妈。来嘛，不说了，拍照，来。行，靠近一点儿，看镜头，对，3、2、1。来，妈，洗手。拿给来吗？你坐哈。你受委屈了，我的乖儿。我说啥是委屈嘛？你看他那个样，还要你走倒插门儿，都怪我们屋头太穷了。哎，我晓得你是想往上爬，那会儿要是留在北京，能找到个更好的女娃儿。妈，你说啥子哟？我们2个是有恋爱。再说了，他老汉儿是不对的，我又不当兵，我怕哪里去？哎，那你图这个啥子？这女娃儿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儿。我图她会洗刷，我也吃得住嘛。我的妈哟！你老汉儿给你起了这个名字，辛辛苦苦送你上大学读书，都是为了让你伺候别个的吗？你说哎？开玩笑，不说了，不生气。我告诉你，他要是一过门都是于家的媳妇儿，不管你压到他还是他压到你，你不能给老于家丢了面子哦。你要是拿不住他，我都不认你这个儿子喽。好嘛，儿，不生气了，老二不生气了，好。两位休息，我出去。你说噻？这么重大的案子，全市乃至全省都在盯着咱呢，偏偏你们合议庭没有能达成一致，怎么搞的？我认为，公诉方起诉事实基本清楚，证据基本确凿，被告人钱行良应依法判处死刑。夏英杰不同意。我认为本案存在重大疑点，甚至连死者的身份都无法完全确定，匆忙做出判决是不负责任。哦。目前死者身份的认定是基于血型和亲属的辨认，但这2者都没有唯一性。那不是也做了颅相重合的鉴定吗？是，但颅相重合的鉴定应该是4个部分64项指标完全重合才能认定为同一个人。如果有2个或2个以上无法重合，则不能认定。差多少？2项指标不能重合。你刚刚不是说要2个以上指标才不能认定吗？也包含2项。这不是100%，哪有案子是100%的？还有，被告人的口供有一个逐渐向事实靠拢的过程，我怀疑他是受到了诱导。你怀疑不等于就是啊。再说还有其他证据呢，那菜刀不也是证据吗？那也有存疑啊。在案件发生了10多天以后，这个凶器才被提取，上面居然还有于三花的血迹，这合理性上都有问题。还有没有要补充的？钱院长，我想先做个自我检讨。检讨？你着什么急啊？你俩先出去，我们讨论一下，啊。江院长，各位审委，我想补充。如果我们暂时放过一个凶手，将来还有补救的可能。
但如果我们错杀了一个人，先别说情了，先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啊！梅姐，对不起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。也许我是对的，也许你是对的，现在都已经不重要。您觉得省委会怎么判？江院长的画风还不够明显吗？肯定是死刑啊！都说了你是白折腾，现在把我也搭进去了。那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死刑如果真的判错了怎么办啊？小夏，如果你是担心将来会担责任的话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这个责任咱俩担定了，谁也跑不了。再道别，时光也。样的梦，守候有。昨夜。